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毛。上一期我们讲到米忽悠铁三角蔡浩宇、尤伟、罗宇浩和 CC 开发了Fly Me to the Moon之后，历经波折拿到100万元天使投资，成立了米忽悠公司，完成了崩坏1。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崩坏1之后发生的故事。当崩坏1开始要商业化变成崩坏2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崩坏学员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呢？通俗点说就是，怎么骗客呢？当时市面上的国产游戏，尤其是赚钱的国产游戏，都是大2付费模式。至于大2及其相关内容，不了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贪玩蓝月为什么赚钱这个视频啊。当时这些国产游戏收入主要因 PK 攀比而来，来源于玩家之间的竞争，我要比别人更强大，我要排名服务器第1名。但是大伟哥他们自己不是这类用户，几个学生玩游戏最多也就花几百块钱，哪里能够体会到大2玩家充值几十万的心理啊？所以他们当时非常痛苦，不能理解这种商业模式。他们自己不玩这样的游戏，他们也觉得自己做不了这样的游戏。但是游戏要赚钱啊，怎么赚钱呢？于是他们又回到了他们自身。我们为什么喜欢二次元？因为我们喜欢沉浸在二次元的虚拟世界。我们自己为什么会付费呢？因为我们热爱啊，我爱这个角色，所以我愿意为他付费。而这种付费冲动跟当时主流的游戏正好相反，主流游戏都是强 PK， 因仇恨攀比而付费，而做二次元游戏就要为爱买单。他们会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去支付一定的价钱啊。所以说你会看到这样的一群用户，他会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一些角色或者自己喜欢的一些动画去买一些可能看起来性价比不是那么高的东西，但是能够本身为他自己带来很强的愉悦感的东西啊。他会更追求这些精神层面的愉悦啊。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是可能不同于其他用户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为爱去买单啊。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让用户为爱买单呢？第一点是游戏要持久耐玩啊。崩坏2上线后，有人说，这游戏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有人玩这样的游戏还花钱啊？也有人说，因为二次元是视觉动物，你在眼球上抓到它就 OK。事实不是这样的，游戏终归是游戏，一个游戏别人来玩，还是因为这个游戏它本身好玩。核心玩法之后就是美术，美术怎么搞呢？一个是人设，一个是画风，画风要日式画风。人设上来讲的话，为什么玩家选择玩这款游戏而不是其他游戏呢？为什么不玩这款游戏的时候还会惦记它呢？就是因为玩家对角色产生了感情，所以在做游戏的过程中，米忽悠的美术一直坚持一个原则：美术风格要纯正，味道要是对的。那么怎么才是对的呢？对米忽悠团队来说，蔡浩宇觉得对的就是对的。把老婆画好之后呢，第3点就是剧情啊。当时主流的游戏基本没有人重视剧情，但是作为二次元用户，剧情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另外，要想为用户创造一个美好的、能让他们沉浸的虚拟世界，没有足够丰富和完整的世界观是不行的。所以崩坏系列从一开始就有轻小说、漫画、音乐，不是作为游戏的一部分，而是共同组成崩坏 IP 这个整体。未来我们希望围绕我们崩坏这个 IP 能够有游戏，能够有动画，能够有电影。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动画和电影它的能够给我们的营收占比能够有50%以上。当时崩坏2推出的时候，同名漫画也在发布，而且还有 Miku 的原创音乐。其实不只是崩坏2啊，从 Fly Me to the Moon 开始，米忽悠就一直很重视原创音乐。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游戏的音乐制作人也是 B 站的一个老 UP。并且做了很多洛天依、初音等未加的优良歌曲，但2016年之后就再也没投过稿。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考古一波。定下来了为爱买单这个主题之后呢，米忽悠开始考虑崩坏2的系统怎么做，数值怎么调，但他们根本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做啊，所以怎么办呢？一个字，抄别人的系统，就这么简单粗暴。但是抄谁呢？这又是一个问题。2012年最火的手游是什么呢？卡牌类手游老大，卓越游戏的我叫 MT， 横版 RPG 类有心动网络，也就是后来的独立游戏爱惜的发行商他们推出的神仙道，策略类呢又有 Supercell， 也就是后来皇室战争的开发商推出的部落战争。米忽悠团队遍览了一遍手游排行榜，最终决定抄任天堂的智龙迷城。怎么抄呢？首先在抄这个东西的时候啊，要倒推算出它的内在数值公式是什么，然后想办法把这个东西移植到崩坏学园上来，把卡牌变成崩坏学园里面对应的枪的数值，变成对应的服装、武器、角色的数值，然后再加上不同的玩法，就把智龙迷城的数值系统抄成了动作游戏。抄了以后还不够啊，米忽悠又在片刻方面打磨了3个多月，扩充了很多内容，比如武器啊，本来只有28把，加到200多把，10几套的衣服，加到70-80套服装。然后呢，我们除了奇亚娜之外，我们再增加不同的角色，对吧？这样玩家交钱就会交得很舒服，对不对？游戏开发完成后，2013年12月11日，崩坏学园2 iOS 端正式内测，米忽悠选择了与国内91测试平台进行合作。然而91平台的内测关注热度一般，没有达到米忽悠的期望值。于是米忽悠吸取了前作的经验，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预热度和游戏曝光度，这次米忽悠在后面安卓端内测的对象上选择了当时在游戏发行上刚刚起步不久的哔哩哔哩。2014年1月6日，米忽悠宣布 B 站开启安卓内测。当时没人能想到米忽悠和 B 站的合作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因为合作双方当时都是稚嫩和年轻的。B 站作为免费弹幕视频网站努力寻求改变，而米忽悠作为国内小型手游公司努力
实现成功，双方都存在经验不足的劣势。而在2014年 ，B 站开始发力，用户数量激增，伴随着 B 站的扩张，米忽悠也顺势增加了很多核心用户。在当时，来自 B 站渠道的收入占据了米忽悠安卓收入的50%还要多。B 站的核心用户几乎可以覆盖米忽悠安卓核心用户的60%到70%。2014年1月末，《崩坏学园2》在 B 站的安卓内测进入尾声。这次游戏内测因 B 站庞大的 ACG 受众群体而获得了远高于91平台的热度，也超出了米忽悠当初选择更换内测平台的预期效果。于是米忽悠顺势而为，决定尽快开放游戏公测。在原计划里，《崩坏2》iOS 端的公测是与安卓端同时上线的，但他们又遇到了和《崩坏1》一样的问题啊，因审核被苹果拒绝而迟迟不能上线。于是米忽悠决定先放出安卓版本的公测。2014年1月26日，临近中国传统新年的除夕夜，《崩坏学园2》哔哩哔哩安卓端正式公测，从此崩坏系列翻开了一个新篇章。《崩坏2》上线 B 站后，《崩坏学园2》百度指数每日搜索量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14年3月6日，《崩坏2》终于通过了苹果的审核，并于3月28日正式上架苹果 App Store。2014年3月29日，登上 App Store 付费榜首位。《崩坏学园2》迅速成为了新年里国内手游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一时间让《崩坏学园2》获得大量的曝光度，这让米忽悠没有在游戏的后续推广宣传上耗费太多的成本。《崩坏学园2》也推动了国产二次元手游的热潮的到来，成为了当年国内手游市场的一匹黑马。据说四开网络的 CEO 宋涛曾透露，《崩坏学园2》iOS 端上线1个月的流水达到了160万美元，也就是1000万人民币左右的水平。这对当时一个4、5个人的小工作室而言，真的是奇迹啊！出版的《崩坏学园2》作为《崩坏学园》的续作，其实和前作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完全继承了前作的核心玩法和机制。最大的区别呢，也就是氪金扭蛋机制的引入。后来《崩坏2》也因扭蛋机制而备受争议，被玩家诟病。尽管在一部分人眼里，《崩坏2》存在许多的缺点，甚至不少人视其为游戏里的垃圾，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手游，至今已运营4年之久，《崩坏2》也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无论你说它是一个骗宅男钱的垃圾游戏，还是骂死宅人傻钱多，但整体而言，《崩坏2》确实是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在2014年突破了国产手游市场卡牌盛行的格局。经历了一夜暴富之后的米忽悠并没有冲昏头脑啊，反而在2014年的时候，蔡浩宇就已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崩坏3》正在开发。我们要把掌机上的感觉搬到手机屏幕上来，预计2016年发布。那么从《崩坏2》完成就已经开始立项制作的《崩坏3》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开发出来的呢？米忽悠目前的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时间有点长，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讲。想看下一期视频的观众，大家都懂得是吧？那个什么素质5连来一套，我也就有动力继续更新视频了呀。我是爱你的白痴毛，我们下期再见。